你要找的是这个吧？我哥哥的玉，接住！你，老爷，你看这块料子怎么样？适不适合做礼服？怎么样？啊，还不错。那就它。呀，马就回来啦！崔姨，哎，快点过来！你看远航新送的料子，挑，有没有合适你的？来，坐。哎，对了呀，好像你刚才去找谭司令啦，没有什么事情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拿错了谭司令的箱子，给他送回去。哦，那就好。这早上他送你和关耀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一趟。这样想来，姐姐和谭司令还真有缘呢。一起坐船回上海，还互相拿错箱子。这舞会的时候，他还帮你去做人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姐姐和谭司令串通好了呢。这孩子，婉婷妹妹，要是当时你站出来和大家承认你和关耀哥哥的关系，那谭司令带走的人就是你了。姐姐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？婉婷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口无遮拦，衣料不给你做了，给婉清做。婉清啊，农可可。婉清啊，婉婷有口无心，她说话别往心里去。和你崔姨还有婉婷，你们选块布料，每人做件衣服。谢谢爸。真好看。这早上他送你和关耀哥哥回来的时候，怎么不把箱子一起拿走啊？非要你单独去送一趟。婉清啊，找爸爸有事。爸爸，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跟您说实话。好，说吧。这谭司令的箱子，确实是他故意让我去送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他让你单独把箱子送去，是想让你封口，不要把他杀人的事情说出去。要是因为我连累了穆家，我的罪过实在是太重了。想必不是什么重要人物，不然的话，整个上海滩早有消息了。听您这么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沉甸甸的，生怕自己给穆家惹来什么麻烦。傻孩子，以后有什么需要爸爸帮忙的事，就跟爸爸说，好吗？那我有一件事情想找爸爸商量一下。好，说吧。妈妈的骨灰就要下葬了，但是前几年和妈妈在日本过得不太好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所以我想请爸爸帮忙。葬礼的费用让连峰从账上支出就行了。多谢爸爸和崔姨的照顾，只是以后这大大小小的开支也不能一直找崔姨拿。妈妈之前不是有一些陪嫁吗？我想拿来做生意。作为穆家的长女，虽然不能替爸爸分担，但我可以自食其力呀。有志气，不愧是爸爸的好闺女。你妈妈生前一些陪嫁都是连凤在替你保管，现在是该还给你的时候了。谢谢爸爸。你妈妈的那些陪嫁都不在了呀？怎么会都不在了呢？老爷，您不记得了呀？萧家别墅年久失修，那前几年就给工部局盖了俱乐部啦。这房契还是您亲手交出去的呢。那几间铺子也因为经营不善，连铺面都赔了进去。倒是船运公司还经营着，可是也架不住这几年
这个时局不好，又打仗，那2艘货轮在长江上被误炸了，这货主啊赔得血本无归，公司赔了货主的钱，也就破产啦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妈妈的陪嫁全没了。我这里倒是还有几件首饰，你留着做纪念吧。妈妈的首饰就这些啦。本来呢，我想托人给你们带到日本去的，可是一直没有你们的音讯，所以呢，我就一直帮你收着。但是啊，我隔一段时间就让佣人拿出去打理一下。现在好了，交到你的手上了。翠姨啊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金镶玉的平安扣？那是我哥哥从小带大的，妈妈的遗愿就是带着它下葬。哦，没有哦。这样吧，你去你哥哥房间找一找。哎呦，正伤心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你找东西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就好。你要找的是这个吧？我哥哥的玉，接住！你。这死于非命人身上的东西，就是容易碎。哎，道歉。我为什么道歉？是你自己没接住。你对我没规矩可以，但你不能侮辱我哥哥。道歉。我没错，松开。穆婉婷，你要是再得寸进尺，我饶不了你。滚！人善被人欺，妈妈，我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任由他们欺负的